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每年农历8月15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——中秋节。这个节日充满了欢乐和温馨，是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光。在中秋节的晚上，你们是不是会和家人一起在院子里烤肉，享受美味的食物和清凉的夜风？或者围坐在餐桌旁，品尝香甜可口的月饼，欣赏天空中那轮圆圆的明月？中秋节不仅有美食和团聚，还有许多有趣的传说故事。你们听说过嫦娥奔月的故事吗？或者后羿射日的传说？这些故事都充满了神奇和想象，让中秋节变得更加有趣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中秋节的奥秘，聆听那些流传已久的美丽故事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奇妙的中秋之旅吧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在遥远的天庭之上，住着一位英俊勇猛的神射手，他的名字叫后羿。后羿生来就有非凡的箭术天赋，他的箭无论射多远都能百发百中。后羿不仅箭术高超，而且心地善良，常常帮助其他神仙解决困难。有一次，天庭遭到了一群凶猛的魔兽袭击，是后羿奋勇杀敌，用神箭射退了魔兽，保卫了天庭的安全。天帝很欣赏后羿的才能，将他培养成天庭的守护者。在一次天庭的宴会上，后羿邂逅了美丽的仙女嫦娥。嫦娥不仅容貌绝美，还善良聪慧，很快就俘获了后羿的心。两人坠入爱河，没过多久就结为夫妻。他们在天庭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，后羿负责保卫天庭的安全，嫦娥则照顾天庭的花园。然而，他们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。有一天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了10个太阳，这10个太阳是天帝的儿子们变成的。他们从小在天庭长大，调皮捣蛋，惹是生非。吃饭的时候都用抢的把餐桌弄得乱七八糟，吃不完的食物就随便扔掉，或是随处大小便。看到喜欢的东西，不是用偷的就是用抢的，也不愿意排队或遵守游戏规则。天庭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。有一天，太阳石兄弟聚在一起聊天，说道：兄弟们，我们工作实在太辛苦了，不如我们一起出去玩玩。于是10个太阳在同一天内同时出现在天空中，让地上的人们苦不堪言。10个太阳炙热的阳光烤焦了庄稼，蒸干了河流，植物枯萎，人们无处躲藏，生活陷入了困境。天帝非常生气，他召集众神仙商量对策，要如何处罚这10个太阳。众神们担心得罪了天帝会影响以后的升迁，最后一致推荐热心助人的神射手后羿去解决这个问题。于是，天帝派后羿下凡，要他想办法让9个太阳回到天上。后羿带着他心爱的弓箭来到人间。当他看到人间的惨状时，心中充满了怜悯。他先试着和太阳们讲道理，请求他们回到天上。当后羿想要带他们回去时，其中一个太阳对后羿大喊说：别碰我，你也不看看我老子是谁，你感动我一下试试看。无奈之下，后羿只好拉开了他的神弓。他瞄准了一个太阳，嗖的一声，一支箭精准地射中了目标。那个太阳立刻化作一只金色乌鸦，飞回了天上。后羿接连射出了8支箭，将8个太阳变成了金乌，送回天庭。最后只剩下一个太阳留在天空中，为大地带来适宜的光和热。人们欢欣鼓舞，纷纷向后羿表示感谢。他们将后羿视为英雄，称他为大羿。后羿完成了任务，本该立即返回天庭，但是看到人间的疾苦，他决定留下来帮助人们重建家园。
后羿开始教导人们各种生存技能。他教会了人们如何制作弓箭，如何狩猎野兽。他还帮助人们建造房屋，开垦荒地。在后羿的帮助下，人们的生活渐渐好转起来。嫦娥得知后羿的决定后，也来到了人间陪伴丈夫。她教导妇女们种植花草和织布，让人间变得更加美丽。后羿在人间的日子里，不仅帮助人们改善生活，还斩妖除魔，保护百姓。有一次，一只巨大的恶龙在附近的村庄肆虐，后羿挺身而出，用神箭射瞎了恶龙的眼睛，最后将其降服。村民们感激不已，将后羿视为守护神。然而，好景不长。有一天，西王母来到人间，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。她告诉后羿，因为你射落了9个太阳，还有那只龙，那只龙是天帝的坐骑，天帝非常生气，要剥夺你的神仙身份，让你永远留在凡间。后羿听后十分沮丧，他不愿意失去永生的机会，更不愿意与嫦娥分离。西王母见状，偷偷给了后羿2颗仙丹，告诉他这是长生不老药，吃下去就能重新获得永生。后羿将仙丹带回家，小心翼翼地藏在衣柜里，打算找个合适的时机与嫦娥一起服用。他希望能与心爱的妻子永远在一起，继续守护人间。然而，命运弄人，就在后羿外出打猎的那天，有一个坏人跑到后羿的家，想要偷取仙丹。嫦娥担心坏人吃下长生不老药之后会祸害人间，情急之下便将2颗仙丹都吞下去。嫦娥吃了2颗仙丹后，身体便慢慢飞向了月亮。当后羿回到家中，发现嫦娥不见了，他伤心欲绝。邻居们告诉他，嫦娥往月亮方向飞去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后羿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日日夜夜望着月亮，呼唤着嫦娥的名字。他在院子里种下了嫦娥最喜欢的桂花树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再见到心爱的妻子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后羿就会仰望明月，向嫦娥诉说自己的思念。他相信嫦娥一定能感受到自己的心意。嫦娥来到月宫后，发现这里并不像她想象中那样冷清。除了美丽的宫殿和广阔的花园，还有一棵巨大的桂树。更令她惊讶的是，这里还有其他的居民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只雪白的玉兔。这只玉兔不是普通的兔子，它会说话，而且非常聪明。玉兔告诉嫦娥，我原本是一只凡间的兔子，因为救了一位仙人而被赐予了仙体，来到月宫生活。玉兔成为了嫦娥在月宫的第一个朋友。他教嫦娥如何在月宫生活。玉兔每天都会在月宫的丹房里忙碌，用巨大的救除导药，制作仙丹。嫦娥好奇地问玉兔在做什么。玉兔解释说，我在制作不死药，这种药可以治愈一切疾病，甚至可以让人长生不老。但是制作过程非常困难，需要不断的捣碎，混合各种仙草仙药。嫦娥被玉兔的敬业精神深深打动，决定帮助玉兔一起制药。玉兔的陪伴让嫦娥不再感到孤单。然而，嫦娥始终无法忘记自己在人间的丈夫后羿。每当想起后羿，她的心中就充满了思念和愧疚。玉兔看出了嫦娥的心事，就告诉她，月宫有一面神奇的镜子，可以看到人间的景象。在玉兔的带领下，嫦娥找到了那面镜子。通过镜子，她看到了后羿在人间的生活。她看到后羿日日夜夜对着月亮说话，知道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自己。除了玉兔，嫦娥还遇到了另一位月宫居民吴刚。吴刚是一位身材高大、面容憔悴的男子。
他整日守在那棵巨大的桂树下，手持一把斧头，不停地砍伐着桂树。嫦娥好奇地问吴刚为什么要一直砍树。吴刚叹了口气，讲述了自己的故事。我原本是天庭的一名仙人，有一天我犯了一个大错，冒犯了天帝。作为处罚，天帝把我贬到月宫，要我砍倒这棵桂树才能重返天庭。但这棵桂树是有灵性的，我每砍一斧，它就会很快长回来，所以我的处罚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。听完吴刚的故事，嫦娥感到非常同情。她试图安慰吴刚，告诉他不要放弃希望。嫦娥经常在吴刚休息的时候陪他聊天，给他讲述人间的变化和后羿的英雄事迹。在嫦娥的鼓励下，吴刚渐渐学会了欣赏月宫的美景，享受永恒的生命。他不再把砍树视为处罚，而是当作一种修行。吴刚的心态变化，也让月宫的氛围变得更加和谐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嫦娥在月宫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。她和玉兔、吴刚一起见证了人间的变迁，看到了科技的进步。玉兔继续勤勤恳恳的捣药，吴刚依然日复一日的砍着永不倒下的桂树，而嫦娥则守护着月宫，时刻关注着地球上的变化。在很多年以后，他看到人类搭乘登陆器登陆了月球，第一个踏上月球的叫做阿姆斯壮。当他踏上月球时说：“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，却是人类的一大步。”嫦娥、玉兔和吴刚既惊讶又高兴，他们小心翼翼地藏了起来，默默地注视着那些勇敢登陆月球的人。他们多么希望能跟他们打个招呼，告诉他们月宫的秘密。但他们知道自己必须遵守神仙的规矩，不能与凡人直接接触。现在，嫦娥、玉兔和吴刚人继续在月宫生活着，他们的故事也将永远流传。也许有一天，当我们能够自由地在宇宙中旅行时，就能揭开月宫的神秘面纱，亲眼见证这些传说中的人物。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让我们带着美好的想象，继续仰望那轮明月，感受月宫居民们温柔的目光吧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这个中秋节的故事吗？如果你也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有趣的故事了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祝你们中秋节快乐，月圆人团圆。